注意看，这群恶魔正在朝一个男人射箭，男人的周围升起结界，最终男人成功击败了恶魔，他走向宇宙，且脚下步步生莲。原来他就是佛祖释迦牟尼。悉达多这日正在山洞打坐，等他走出洞外，没想到却遇见一个年轻少女，少女对他一见倾心，并将他视为上主。少女为释迦牟尼奉上食物，可悉达多并不接受，拒绝后转身回到山洞。在少女的眼里，悉达多的修行是十分凄苦的，他十分担心，却又无能为力。直到乔晨如与其他几位同门为寻找悉达多来到此地，乔晨如向少女问路，少女告诉了他悉达多修行的山洞，并请求乔晨如将这些新鲜的水果转交给悉达多。乔晨如同意了，收下了水果。他与众位同门一起来到那个山洞，在那里他们终于见到了悉达多。乔晨如等人费尽千辛万苦找到这里，是因为自己修行遇到了瓶颈，他们希望能拜悉达多为师，早日脱离瓶颈，达到更高的境界。面对昔日导师的请求，悉达多不愿接受，他不能让自己的老师拜自己为师。可乔晨如却告诉他，从师生到同门，再到拜悉达多为师，这是属于他们的第3段旅程。乔晨如的话打动了悉达多，他同意了乔晨如等人的请求，并将自己旅程的所见所闻告知众人，并且他们承诺，倘若他修行有所得，必定知无不言。乔晨如等人和悉达多一起进行严苛的苦修，他们和悉达多一样不饮不食，可身体很快就支撑不住了。乔晨如为悉达多拿来1碗水，可此时的悉达多连水也不喝了。悉达多为了坚持下去，每日艰难地走到河边，用冷水洗脸来保持清醒。同样的，乔晨如等人都坚信悉达多已经离真理越来越近了。这天，悉达多照常来到河边洗脸，可这一次他虚弱地晕倒在地。少女善生急忙来到悉达多的身边，喂他喝水进食。等悉达多醒来，善生心急地反问悉达多：若是你连身体都饿死了，还谈什么解脱呢？这句话不断地在悉达多耳边回响，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方式不对，不吃不喝严格苦修，令他差点丢掉了性命。他若想争得至高真理，还需要这副身体。悉达多感谢善生将自己点醒，并吃下了他为自己带来的食物。这一幕恰好被前来河边打水的乔晨如看见，他既愤怒又悲伤。他沮丧地告诉众人，悉达多没有抵抗住欲望，放弃了苦行，他背叛了大家。其中一名弟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他认为悉达多之前断绝饮食是走错了路，大家同样也走错了路。可这一看法却遭到了众人的排斥，大家认为他是被悉达多所蛊惑，竟也开始踏入了迷途。面对众人的压力，那人只好闭嘴。为了不继续被误入迷途的悉达多所影响，乔晨如决定要离开他。悉达多在途中偶遇一位少年，少年认为自己身份卑贱，不可触碰他人，悉达多却主动靠近他，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人人平等。少年非常高兴，怀着感恩的心为悉达多在树下用草堆铺出坐垫，好让悉达多休息。很快，乔晨如等人找到此处，并向悉达多说明来意。悉达多说，我们运用智慧，诸般苦行，追寻正道，如果此路行不通，放弃也非不可取。可悉达多的这番话未能说服乔晨如，他们仍然坚持严苛的苦行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他们向悉达多辞别。悉达多又要一个人独自修行了，他继续坐在树下禅定。在禅定中，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，从他的出生，人们被驱逐出城，童年时期和耶输陀罗相见，再到后来与耶输陀罗成婚，以及战争所带来的悲剧，最后他摒弃世俗，独自苦修。就这样一直到了第2天，善生和少年一同来为悉达多送上食物。少年发现一条蛇正在靠近悉达多，可此时悉达多的禅定早已到了最深处，就像是一块磐石，连蛇都分辨不出来，竟爬上了悉达多的身体。在悉达多深入禅定时，代表7情6欲的摩罗现身了。他为了阻止悉达多进入精神世界，将爱、乐、贪化作美丽的女子。3个女子使尽浑身解数去诱惑悉达多，可悉达多却不为所动。悉达多看着摩罗，缓缓说道，爱乐贪是肉体的感知，舍弃肉体的渴望，便能做得坚如磐石，如云开日出，驱散黑暗。
同样，若领悟到智慧之光，那一切的诱惑都将落于大地。摩罗无法找到悉达多的弱点，只能愤怒地离去，并大喊自己还会再回来。转眼间，悉达多已经离开王宫6年了。国王如今白发苍苍，悉达多的儿子罗侯罗也已经长成了聪明懂事的孩子。他缠着母亲要他给自己讲故事，耶输陀罗便和他说起悉达多曾经救下白鹅的故事。祥光听见后，愤怒地指责耶输陀罗是在抹黑提婆达多，他故意出言嘲讽，说出耶输陀罗失去丈夫的伤心事，让耶输陀罗哭着离去。嫉妒与疯狂令祥光撕去从前的伪装，他直接在国王面前摊牌，诉说着这些年来的不满，气得国王想要给他一巴掌。提婆达多仍未放下对耶输陀罗的感情，他买来一条昂贵的宝石项链送给耶输陀罗。可待到提婆达多走后，耶输陀罗立马把项链赐给了自己的侍女，他不会接受除丈夫以外的男人送给自己的礼物。侍女戴上项链在王宫里走着，祥光无意间瞥见侍女的项链，便认为是侍女偷走了耶输陀罗的东西。他揪着侍女的耳朵要将她治罪，祥光固执己见，完全不听侍女的解释。他将侍女带到耶输陀罗的寝宫，表示自己帮他抓到一个小偷。耶输陀罗安慰着侍女，并将项链的事情告诉了祥光。得知耶输陀罗竟如此对待提婆达多相送的礼物，祥光真替自己的儿子感到不值。耶输陀罗对祥光说道，他很感激提婆达多王子的关心，不过他应该不只是送个礼物这么简单。您是他的母亲，是最了解提婆达多的人，他心里在想什么，您肯定一清二楚。耶输陀罗的话令祥光心虚不已，他无法反驳，也无法辩解。提婆达多阴暗的心思，迟早有一天会害了他自己。很快，罗侯罗便到了该学习知识的年纪。国王将罗侯罗交由自己的王弟甘露范王，并嘱咐他不要限制罗侯罗，不要阻拦他求知的脚步，生命的知识都要交给他，生死苦乐他都不该有任何的疏漏。净饭王说完之后，大家都沉默了，他们都明白悉达多的离开给国王带来了多大的打击。恰在此时，已经完成学业的难陀回到了王宫，波提王后欣喜不已。长大后的难陀主动要求说要教罗侯罗骑马，孩子长大为他们带来了许多欢乐。悉达多在禅定中感知到整个世界的变化，感受一颗种子如何长成参天大树。他从禅定中走出，捡起一片绿叶，脑海渐渐清明。他明白了，叶子、日、月、星都在自然的循环当中，没有阳光叶子不生，没有云朵雨水不落，没有雨水新叶不长。大地、宇宙、时间知觉，这一切事情都在此夜，他也如此夜从未出生。众人都是昙花一现，因此他们亦无死亡，只是消失不见。宇宙万物密不可分，他们本无差别，结为一体，这便是自然的本质。善生和少年再次找到这里，为悉达多送上食物。悉达多向他们说起自己做的梦。第一个梦里，他卧在大地之上，头枕喜马拉雅山，左臂放置在东大洋，右臂放置于西大洋，双脚浸泡在南大洋。第二个梦里，他靠海洋而卧，从他的肚脐中生出一颗藤蔓，不停地向上生长，直达云端。第三个梦里，不同信仰、不同种姓、不同团体的人们皆立于他足下。第四个梦里，他看见4种颜色的鸟儿从四面八方朝他飞来，当鸟儿靠近他时，就会变成灿烂的白色，这预示着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将追随于他。第五个梦里，他站在一座遍布泥泞的山上，他攀上了山顶，又走下了山，却并未沾染污秽，这预示着在这浑浊的世间，他不染纤尘。悉达多向善生暂借今晚一用，梦中所见必定预示着某件事的发生。悉达多说，若我将成正觉，愿此晚逆流而上，否则将沉入河底。他将今晚放于水中，今晚果然逆流而上，可很快他又沉入河底。见此情形，悉达多在暗自发誓，不为烈火灼焚，不为气息力竭，不为锁骨毁身。我今若不证无上正觉，宁可碎此身，也终不起此作。悉达多再次回到树下禅定，这一次他遇见了最难勘破的一关。一众恶魔挥动着武器，不停向悉达多射箭，可悉达多却毫发无伤，他的周围生出结界保护着他。很快恶魔退散，摩罗倒地，他朝着悉达多声嘶力竭地喊着，你就这么相信自己能证悟吗？悉达多平静地触碰大地，缓缓地说道，我唤大地为证，今日大地将证明悉达多如何战胜摩罗。大地的存在象征着我们能在对立的事物间保持正中，内与外，悲与喜都是一体的两面，因欲望感到欢愉，终会以悲伤收场。生命的意义，众生皆应明晰。悉达多终于战胜了摩罗。
乌云散开，世界清明。他身处宇宙之中，双脚行走在云端，他朝着光明走去，脚下莲花纷纷盛开。经过多年的修行以及不懈的努力，悉达多终成佛陀。悉达多捧起地上的花瓣，他这样说道：过去我曾见过繁华无数，而今才真正从一朵花中看到了世界。善生和少年找到他，恳求悉达多传授自己他所悟得的真理。悉达多借用小小的橘子来告诉他们这最简单的道理。我们吃橘子的时候，并没有集中精神去感受它。对我们来说，橘子是不真实的。如果橘子不是真实的，那吃橘子的我们也不是真实的。这便是不专注。当我们不集中精神吃橘子，我们的意识会在脑海中不停地涌现。我们担心未来，我悔恨过去。唯有专注的人，才能从橘子中看到整个生命。他这是在教导大家：悲伤与喜悦，白昼与黑夜，真实与虚幻中，最关键之处在于中道，那才是生命之源。不知道大家是否听懂了佛陀的教诲呢？